1个小时后，各区的分局局长要开个会，你也参加，把你查案的思路跟大家沟通一下。记住，话该怎么说，你事先要想好。这个事儿不要提。查案是工作，别把它搞成你和刘局2个人的事情。查案表面上是侦查员个人的行动。 实际上，它也是一种集体行为，为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，那很容易让人误解。怎么了？呀，好。别打了，到了。哎，师傅，去北疆，快点开车吧，我们已经晚了。穆小天，我到底听谁的呀？听他的呀，她是我老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樊二宝，我的专车司机。走吧，哼啥哼？什么情况？都有专车司机了？干嘛去北疆啊？你老板不打算坐云天阁请吧？太抠了吧！也许董事长怕在云天阁请你吃饭，你会觉得不自在。你们记者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你别老把人往坏里想。他不会打算请我吃农家粗粮吧？我答应这顿饭，是因为想宰他一顿著名的云天阁皇帝宴。你有完没完了？哎，你怎么不换身衣服呀？我就一记者，干嘛西装革履的装孙子呀？啊，对不对啊，二宝？哎，你们俩你们的，我什么也没听到啊。哎，喂，舒心，你跟刘局谈的怎么样？谈得非常好。洪波，你听我说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好，知道。师傅，掉头。真不容易啊，莫记者。小天，这是我们董事长。我们早就认识了，我还当面邀请过他，对不对，莫记者？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好，快，请。哎，强子，我跟您有点事儿。脸怎么了？脸？这儿没啊，又帮谁打架去了？没，不是，我想跟您说上回那车的事儿。啊，我刚知道，素宁小姐还是你的大学同学呢。这位是陈老板，我朋友，我们个体私营协会的理事。今天他正好也要请素宁小姐，我想大家都是熟人，索性就并在一起。莫记者，你不介意吧？幸会啊！我接个电话啊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来，走。谦哥，这车我核实过了，被盗车辆，
隧道案发前1天，这车被偷了。就是，即便是咱隧道案破了，这车也很难以涉案车辆来处理。办事不动脑子，你就不会换个角度去解决啊？哎，洪波，我问你，这车主是干什么的？车主，私营企业一老板，搞运输的，自己有一个车队，手底下有10几辆斯泰尔吧。对呀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主动把车提供给嫌疑人的？他既然是搞运输的，最有条件和案犯共同勾结。权哥，硬栽，这不太好吧？万一什么？啊，您听我说啊，现在的有钱人那不外乎有2种，一类呢是靠改革开放初期，他自己做一点小买卖，然后人家发财了，那这类的人他基本上没啥本事。还有一类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地位，要不就是呢以前在一些组织或者单位里边干过，人家出来了。那这种人，他不管怎么样，那后边总有人替他出头说话呀。万一是后者，怎么办？这个人大名叫龙二娃，身边的人叫他小龙，是今年才露头的一个狠角色，道上知道他的人不多。孙强，这不是那个在医院里躺着的那个植物人吗？就是他。他不是本省人，从小在家乡练过武术，后来改练拳击，曾经在全国比赛中获得过名次，后因违纪被队里开除，今年才来到本市。权哥，要不然这车的事儿啊，咱先放下。不行，过了这村没这店了，你当什么案子都能扣辆卡宴啊？那您说吧，怎么办？他不是搞运输的吗？搞运输不偷税漏税，不超载超限，根本挣不着钱。随便找个事儿把他车队封了，我就不信他不来找我。是一个车重要，还是一个车队重要？权哥，咱是刑警，你就不会找交警支队的人去办啊？交警办他们这种人，那叫手到擒来。你非得让我去找杜鹏去，那你干嘛？抓紧办啊！哎，又怎么了？权哥还有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刚才看见舒心了。你有把握啊？不敢说100%，但至少有50%的把握可以找到这几个人。抓住一个，就能打开突破口。刘局，你看，你是支队长，你布置吧。好。舒心，朱云好像上去了。舒心这小子又冒泡了。哎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啊，对，现在好像在楼上跟领导们开会呢。洪波，你是不是在这儿故意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跟我在这儿闲扯淡？不是，权哥，那上面全是分局长。李志，你看咱们能不能采取跨区作业，就像踢足球那样，交叉换位。为什么？道上对咱们刑警的脸很熟，在自己地头活动，恐怕还没出分局的院子，对方早都惊了。
如果我们要是能跳到其他地区去行动，这样的效果可能更好一点。我看可以。在座的都是各区局的一把手。我们今天这个会控制的小范围，也就是防止走漏消息。大家很清楚这个案子的分量，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，否则我们找到人，让人再跑了，这个我们没法交代。朱静，还说事儿啊？东西下去了。李志，好好干。案子破了，我去找全哥。哦不，我给你报功。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你小子就是心思太大。那脸上怎么弄的？刚才开会我没好意思问。没事儿，干刑警的，这点不算啥。这案子既涉黑又涉情，嫌疑人都不是善茬，别把自己命搭上啊！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可我警告你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没有人跟你抢过，这么大的案子，靠你一个人是拿不下来的，众人都顶着雷呢。你想证明你自己，没问题，我可以放手，你来干。别忘了，你要是把人都得罪了，你还能回刑警队？我先走了。李哥，李哥，刚开会呢。那个舒心是不是查到新的线索了？付娟啊，你是不是希望舒心找不到线索？没有，我是关心这案子。你关心这案子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心里不清楚。在刑警队，你最怕的就是舒心，因为他比你强。他回来了，你就没戏。所以，你希望他栽到底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案子上，你要是敢给我耍花样，当心我把你的脑袋弄死。哎，对了，叔哥，照片哪儿搞的呀？这两天没看你查这事儿啊。记住了，临时抱佛脚的事情咱不能干。你先回去吧。我往这儿拖到3回，可能差点过期。你要拖着干嘛？你别问，跟我走。你怎么会和陈亮在一起啊？不会是他追你吧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小心上当。当心你自己吧，本小姐用不着你管。嘿，我一大男人，既无财又无色的，我能有什么危险？家有美妻，如有黄金嘛。
担心人把你金库劫了，你还帮人数钱。有没有人想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你眼里哪有别人啊？禁锢摆谱装孙子了。大记者、名人啊，文化先锋、青年精英，啊，就差诺贝尔奖了。幸亏当年诺贝尔先生看不上记者，没怎么设这个奖项。错，话一出口全是酸味儿。到时候你可别哭，最看不得那副可怜相。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古人云：“三步是内奸王草。”我一步都不用，身边就站着个大美女，大不了重续前缘，娶个既漂亮又高曝光率的美妻回家。哎，干嘛？别动！彤彤，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花心萝卜，千万别心软。被抓了个现行吧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我方便一下。没发生什么异常情况，我一直在门口坐着，一步都没有离开。那当时有没有医生或者是护士进去他的房间？刘队，大半夜的谁进去啊？再说，嫌疑人都成植物人了，医院里的药都停了，白天护士都很少来。你再好好想想啊，到底有没有医生、护士或者是其他人进过他的房间？还真有一个晚上来了好多医生护士，不过不是来的病房，是去的走廊卫生间。一个住清洁的保洁员心脏病突发，坐在角落里就过去了。保洁员，那是几点钟的事儿？就在我当班的时候，大概夜里2点多钟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心脏病的？医生说的。死者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连血都没见一滴。之前他去卫生间打水的时候，水桶掉地上，声还挺大。我过去看了眼，但我不懂医，估计那时候已经犯病了。那事后你干了什么？我准备通知110，但医生说正常死亡。医生说的，你就这么处理的？你是警察，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刘队，医院每天都要死人吧？再加上医生检查过是正常死亡，我总不能干涉人家的医生正常工作吧？谢谢啊，小张，咱们走。那什么玩意儿嘛？他好歹他得给打个电话。行了，别抱怨了，人家这么做没错。啊，你还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咱俩一样？不是有句话吗？干刑警就是一帮疯子，看谁都像嫌疑人。哎，看来冯源没说假话。有的时候，真话听起来比假话更像假话，尤其是从你不信任的嘴里说出来的真话。哎，行了，别瞎琢磨了。我是就事论事。咱现在去哪儿？遛弯。扯淡！你怎么会想到找苏红呢？吴圈有一次聊天跟我说过，他们那批当上警察的剩下的不多，有一个好不容易当上的警察，没干到1年就让队里给开除了。后来这个人下海做了生意，而且还发财了。其实这个人没什么能力，只不过靠几个当警察的朋友
在后面撑腰。哼，你是说王福全通过这个人跟黑道挂线？那我怎么没听吴全提起过呀？吴全看不上这个人，所以从来不愿意跟别人说。据我判断，王福全这个人疑心重，他不会轻易相信身边的人。他既想得到好处，又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找自己的老熟人是最为安全的方法。那2人其中有一个我认识，以前跟过王群。哼，这俩人，他们想对苏红母女不利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我，只是他们不知道我把房子给了苏红母女住，所以才傻乎乎在这儿盯着。哎，我没有猜错吧？有人沉不住气了。你说这是王福全派来的？王福全没那么大胆子，估计是他道上的关系想拍他马屁。不过不排除王福全假借黑道干这事儿。这小子蹦得越欢，露出的马脚就越多。关键是我们得查出王福全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人。哎，这事儿别告诉苏红，省得他们母女担心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电话。小莫，你们2个是不是吵架了？刚才从卫生间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2个的神情就不对了。是吗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小莫，我有句忠告，不知道你介不介意？你说。花开堪折直须折。现在这个社会上，好的女孩真的是不多了，可是钻石王老五却不少。只要你的手稍稍一松，她可能就不属于你了。陆老板，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你说。彤彤不喜欢有钱人。他说过，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，留下名字的有暴君、忠臣，有文学家、思想家、艺术家，甚至还有劫富和义犬。可就是没听说过哪个人因为有钱而留下名字的。我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刘老板，你说过她是好女孩，你知道她哪儿好吗？她有思想，有原则，有大事业，不会人云亦云，更不会像其他女孩一样去盲目的追求虚荣和名利。你一定会说，哎，她不虚荣，她干嘛要在云天阁工作，是吧？没有，不要不敢承认。我告诉你，她为什么在云天阁工作。她说，北京有个天上人间，据说是男人的天堂，他不是男人，也想象不出天堂的模样。云天阁既然在本地被称为皇宫，应该与天堂相去不远。他就想看一看，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，究竟会被金钱糟践到什么程度。董事长。小天，我一会儿跟董事长车走，你们自己打车。那我先走一步啊。
再见。宋明小姐，正好咱们顺路，我送你一段。不用，我跟小天一路。跟，谢谢。来，拜拜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下你玩大了吧？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？这些都是吴权以前的照片啊。妈妈，我看看。快写作业，叔叔在工作，别捣乱啊，听话。嫂子，这个上面的人你都认识吗？有些认识，有些不认识。权哥旁边这个人是谁？哦，这不大嘴吗？哎，你不认识他？大嘴，他真名叫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绰号叫大嘴。大嘴，这嘴也不大呀。哦，不是他嘴大，我听老吴说啊，他平时啊特别爱吹牛，说话没边儿，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嘴。啊，我们婚礼的时候，他来参加过，挺能闹腾的。彭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要不然我直接把你送过去吧。不用，谢谢董事长。好，再见。哎，真伤心啊！你不是说3步之内接芳草吗？别烦我。是你非要跟人家老板掰手腕好不好？把老婆掰丢了吧？莫名其妙还把我拽进来陪展啊！我不烦你就够意思了，烦我！轮廓小，这都虚了，没啥用。书谦，哎，你妈非让我问问你，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吃了，你告诉我妈，别麻烦了。我没吃，我也没吃，等会儿外边吃。这儿吃的呀？吃什么？书谦啊，你妈非要做，要不就让她做点夜宵给你们。啊，公婆来一趟也不容易的。谢谢叔，来叔帮我谢谢阿姨啊。知道吃，以后把我妈弄进来了，你咋啥也干不了。你这有人惦记你多好啊！哎，难得回家一趟，你老人家的面子，咱总不能不给吧？哎，我问你正事儿，这照片你从哪儿来的？这些年，你一直都盯着宋世林，那你早就知道宋世林和小龙的关系了，那你为什么早不说呀？我哪想到宋世林跟崔道安有关系？坦白的说，要不是冯源他自己说出来，我根本就没把他们往一块联系。哎呀，我昨天还在想呢，这下终于可以摆脱宋世林了，没想到还是甩不掉。对，从你进专案组的第一天，你就去找宋世林，这是下意识，懂不懂？你可以认为我是在炸宋世林，所以
他让我给他2天时间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你又想明白什么了？就因为你没上心，所以呢，2天后你才没按你约定的那样去找宋世林。不完全是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那好，就因为你没上心，所以呢，你没能像宋世林希望的那样，成为出现在他案发现场的第一人，也因此，你侥幸逃脱了杀人灭口的嫌疑。我没这么想过。你的意思是，可能是他自己设计的？现场我看了，从他的血液凝固的程度来看，他死亡的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，尸检报告也证明了。你还记得我问你会不会把宋世林送进大牢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觉得宋世林是因为你没去找他，他彻底绝望了，所以他才自杀的？啊？你感觉到你现在心里边很愧疚，甚至说你做的有点过，因为怎么着你们都算是表兄弟。你说话不能想点事儿。我妈和我大姨感情最好，没搞她死，知道吗？我跟你的感觉恰恰相反。宋世林既然已经退出江湖，那就证明他早就已经心灰意冷了。这一点从他阻止他的徒弟小龙去复仇的那一刻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。他不至于搭上自己的命。那为什么？你不会告诉我是因为我吧？没错。你别解释不了。宋世林为什么要让冯源把这件事情给揭开？他既然已经心灰意冷了，他为什么还要说？而且十分冷静的，把该找谁、怎么说、一五一十、原原本本全告诉你。什么世上最后一个亲人的离去，那全是屁话。你不会放过宋世林，宋世林也不会放过你。他知道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和你再斗了，所以呢，他才使出了这种最阴损的招。你只要前脚踏进那个门，后边的事儿你自己想。这2天没有人进过宋世林的房间，宋世林也没有出去过。连我都怀疑你想别人怎么看？尤其是那帮想整你的，他们只要稍微一核查，调出你2个前10，你想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。那他为什么让冯源来找我？这就是宋世林高明的地方。能套住你他就赢，套不住你也可以借你的手把马博杀了，替他的徒弟小龙报仇，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出卖你的人交给你。你会念他的好，记他的情，这叫什么？一箭3雕，甚至是4雕。我现在终于明白冯源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了。哪句话？
该说的，不该说的都说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我想冯源其实他原来也没想偷走，我估计他都不知道那个手机是我的。所以呢，我去抢手机的时候他就乱了。他也没想到你会猜出来怎么样，才把他逼得不得不说出来。来，我再给你加一个注码。如果你真被套住，假设你被套住，冯源的电话就会打给另外一个人。他只要把那个电话交给那个人，你想不死都难。你跟宋世林真是一对冤家，到死都要拉着对方做垫背。没事儿。哎，你跟刘局怎么谈的？啊？该怎么说怎么说。刘局是个明白人。明白归明白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。哎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刘局跟那帮人不一样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应该出手帮人家一把，否则就是咱们的问题。要真是这样，你就别抱怨心里对不像心里对了。哎，上司不行你抱怨，来个能干的上司你又不相信，你前怕狼后怕虎的，这么干什么？我也知道，一个手机能证明什么？人家敢把手机交给王群，人家就想好了该怎么说，是吧？我很有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，哎，但我认了。我从来不想别人怎么想，我只干我该干的事情。我还真不信，谁就能把天给遮了。会上没提王群那案子？没有。那你让我拦王群干嘛呀？炸他！你想想，就算不是王福全把短消息发给了王群，啊，手机是他借的吧？说手机丢了容易，可他从易云商那儿抹掉通讯记录，不是他能办到的事儿。他很清楚。一旦事情败露，背后操纵的人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你想他现在开始给自己找后路了？对。怎么可能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凭什么相信他现在就会担心？啊？他以前有自信，是因为你不敢说。就算你敢说。也掀不起风浪。现在他担心是因为有刘局，而刘局根本就不要他们那帮人。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你我从来就没断了联系，而我现在得到了刘局的信任。而你现在又把我给算计了。啊，委屈吗？哼，谁让咱俩是朋友呢？说对。哎。
我妈她找过您了，左瞒右瞒还是没瞒住。她肯定受我很多不是吧？没有，女儿是妈的小棉袄，当妈的怎么能说女儿不是呢？真的，我的话你都不信了。妞妞，当妈的心，你是体验不出来的。将来以后结了婚，生了你自己的孩子，二爸，求你们别再强迫我按你们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了，行吗？妞妞啊，怎么一说你妈，你就有情绪啊？啊？好，先吃饭，啊，吃饭。我吃过了。嗯？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餐馆呢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是不是给莫小天？他知道谁给你打电话吗？他不知道我认识您，他也不会问的。别说是您了，就连我的家庭情况，我父母是做什么的，我都没跟他说过。你放心。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会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邪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愿想起亲人牵挂的脸，升起你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。喋血汉字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愿想起亲人牵挂的脸，正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